威士忌的市场越来越差，可是威士忌的价格越来越好。那当一个消费者在市场外面有哪一些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值得入手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芽奶爸。今天呢，我会分享给你们10支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值得入手的。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个赞、留言、订阅跟开启小铃铛，还有超级感谢哦，或 Super Thanks。好，那这个礼拜呢，我是想分享10支的12年苏格兰威士忌，是因为呢，现在的酒市不太好嘛，当一个爱好者，现在其实是一个好时间去入手一些好的威士忌，因为价格是会越来越好的。那我是会分成很多段，现在以这个影片来讲，就是10支的12年和新款的苏格兰威士忌。那可能下一集就是18年、21年就看怎么做，因为我还没有做好，目前只是做了12年最好入手的这些核心款，而且这些是比较好喝，可能也是比较值得入手的一些威士忌。推荐影片开始时，我是想拜托你们先帮我订阅一下，因为现在酒市不太好嘛，所以很多 YT 的那些以前的消费者也稍微没有在看了，只剩下一些真的有兴趣的老饕们还在看这些威士忌的影片。那如果你有点到我的影片，就是意思说你还是有在消费威士忌，或是对威士忌有兴趣，所以拜托帮我订阅一下，谢谢。好，那话不多说，我们来直接看我的一些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推荐，条件就是这些都是核心款的。好，那第10名我会给麦卡伦12年的雪莉单桶，它就是有40%酒精浓度，有冷凝过滤跟没有调色，然后价格在大概2200左右。这个麦卡伦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又恨又爱的一支威士忌。很恨呢，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就是越来越高，以前这支麦卡伦雪莉单桶不到1000块而已，喝起来真的是很棒，然后就是慢慢越来越贵嘛，就是特别是在疫情那时候，连这个12年也被一些威士忌的投资客黄牛也被炒作，就莫名其妙。那以现在的市场，我觉得如果这个能再回去大概1500左右，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威士忌。其实这个麦卡伦就是当时就是有喝到，然后是因为了他就是开始喜欢跟开始玩威士忌，所以也可以说麦卡伦的这个12年雪莉单桶是一个初恋的威士忌，就是 first love。可是呢，就是以时间过去，然后越来越多比较便宜的好的威士忌出现，那这个就是我越来越少买。我还记得我最后买这个麦卡伦12年雪莉单桶是大概在2020吧，就是反正疫情前大概1500左右，在那个价格我是愿意接受。那现在呢，我只是在喝旧的一些仓库嘛。可是麦卡伦12年跟你们讲，就是它就是如果想做一个很好的老套威士忌，它一定可以做得很棒。如果你们有喝到它那些 IB 的这些麦卡伦，真的很好喝，我只能这样讲。而且它那些比如说那个10年的桶强系列，哇，那个真的是 the best， 就是最好的。然后这个麦卡伦12年呢，普通核心款的雪莉单桶，它就是有很经典的雪莉威士忌，要代替麦卡伦12年的这个雪莉单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真的有它的独特的风格，而且是很棒的。好，那第9名我会选安努克12年，它是40%酒精浓度，有冷凝过滤跟有调色，它的价格是在800块左右而已，而且就是很亲民的价格。然后这支呢就是很轻松的一支威士忌，就是很好入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普饮款式。它的柠檬跟凤梨调性就是做得很平衡，虽然它这个12年就是专门给入门喝的，它的更高年份就比如说18年、24年有自然表现的威士忌，就是他们的一些比较高年份一点。老饕我认为也是会喜欢喝这个威士忌，对我来讲这个是很轻松喝，没有很复杂。好，那接下来第8名我会选托本莫瑞12年，它是46.3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价格大概在1000块左右。那这个我觉得 CP 值是很高的一支，
然后又现在夏天蛮适合喝的，因为它是比较清爽型的威士忌，它的柠檬麦饼干风格超级舒服的。以便宜的威士忌1000块威士忌，这个是蛮难打败的，就是它因为它就是有自然表现，然后价格又很便宜。我上一期是有推荐过 Tobermory， 我现在还是推荐它，因为它真的表现得很棒。好，那第7名我会选坦度12年，它是43%酒精浓度，有冷凝过滤跟无调色，它价格大概在1200左右。最好笑的就是网络上都会说它就是一个 Macallan Killer， 就是可以代替麦卡伦嘛，就是盲饮的时候，如果跟麦卡伦12年雪莉单桶比较，大部分很多网友都会选这个是坦度12年。我个人大概2-3年前喝了坦度12，就是去盲饮，我就觉得这个是麦卡伦吗？你给我什么？就是一个朋友跟我玩这个盲饮，那他说是坦度12，那从此以后我就觉得坦度它的风格就很接近那个麦卡伦12年的雪莉单桶，而且它就是半价而已。然后又多了3%酒精浓度，它的风格就是一样，就是有那种高级精品的那种雪莉，经典雪莉嘛，所以它就会被称为 The Macallan Killer， 所以第7名坦度12年。好，那第6名我会选格兰多纳12年，它是43%酒精浓度，有冷凝过滤跟没有调色，价格大概在1100左右。这个其实是我早期最喜欢的一支雪莉威士忌，而且那时候更便宜，大概900块而已。那时候比利的时代，这支是非冷凝过滤的，可是后来就是被 Brown-Forman 买走了，然后现在调酒师是 Rachel 的版本其实也不错啦，就是这个旧包装的。我跟朋友们有盲饮过，就是一些雪莉威士忌，其实这支 Glendronach 12年的那个闻香起来是最平衡最完美的。可是呢，因为格兰多纳母公司就是 Brown-Forman， 就是感觉决定要走精品路线了，就是要跟麦卡伦比了，所以它的包装有改一下，看起来比较豪华一点。格兰多纳很多老饕们都很喜欢，它就是老饕们的一支秘密的雪莉威士忌。可是现在它的方向就是一样，要走那个精品路线，就是比较 premiumize， 就是比较高级版本的 Glendronach。现在呢，我还是偶尔会买这支旧版的，新版的这还没喝过呢。可是我认为就是差不多的风格，调酒师 Rachel 还是一样，只是换个包装而已。这个就是第6名 Glendronach 12年。第5名我会选格兰艾勒奇12年，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价格大概在1250块左右。它今年就是改包装后得了 WWA 的冠军。艾勒奇他当初买之前就是一个基酒的酒厂而已，就是专门在蒸馏一些基酒拿来调和的。然后他买下来就是要做单一麦芽的路线。Billy Walker 的那个手法就是大部分他会利用一些老酒调和进去他比较年轻的酒，所以可能也不能怪 Rachel 为什么现在的格兰多纳喝起来不一样了。那因为可能当时 Billy 卖出去他已经把老酒用完了，嘿嘿，这个是可能开玩笑，也可能是事实，不知道。如果有人知道，请在下面留言，欢迎讨论。那这个格兰艾勒奇12年对我来讲，这个是蛮好喝的一支，它是一个标准的雪莉炸弹的12年 ，CP 值很高。这个想起就是以前大概2014-15的那时候的格兰多纳，就是现在艾勒奇会有的风格。这个就是第5名格兰艾勒奇12年。第4名我会选埃德多尔12年，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价格大概在1750块左右。这支12年的价格是比较偏高了，我是认为是因为埃德多尔是一个小酒厂，然后他们产量不多，东西是会比较少的。而且这支12年的埃德多尔它的风格是比较张型的雪莉炸弹威士忌，有一点 funky， 就是味道真的不一样。如果你喝了，然后跟那些比较精品的威士忌，比如说麦卡伦、坦度那些，你喝了就会吓一跳。这个是另外一个雪莉的风格，其实我是蛮喜欢这种风格，因为比较独特的特色嘛。这个就是第4名埃德多尔12年。好，那我们来到第3名。第3名我会选罗梦湖12年，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没有调色，
然后价格大概在900块左右。这支呢是一个蛮特别的威士忌，因为网络上其实我有看过很多人在说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云顶的代替，可是说真的，我喝完之后我是觉得不是，可是它也是有它的独特的风格，而且也是蛮好喝的一支。它就是也是有那种淡烟熏的风格啊，然后有水果蜂蜜，然后也是有一点脏型的质地嘛，就是喝起来脏脏的威士忌，比较funky一点。然后最好笑的，以前就是我跟 Jeff 有谈过，它就是有那种 machine oil， 就是有机油的味道。那因为可能我们就是有在喝机油，可是没有啦，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复杂，就是复杂的脏型的威士忌。这种风格，我是觉得只有偏好或是很不喜欢这种风格，没有中间，就是会觉得哦还 OK， 只有很爱的或是不喜欢。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一支，然后我也蛮喜欢。虽然跟云顶不太一样，可是也还好啦，就是这个价格可以接受，也可以多买放着，我觉得还可以。那这个就是第3名，罗梦湖12年。第2名我会选 Bunnahabhain 12年。它是46.3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价格850块到900，差不多可以买得到。这支的 CP 值对我来讲是很高的一支威士忌，而且就是值得入手，就是我会喝完一瓶，然后会想再回购的一支。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一支乌尼美的艾雷岛雪莉威士忌，它就是有那种咸甜的感觉，会有那种鲜味，就是umami的感觉，然后也是有那种海风海水味啊这样子，所以这支配海鲜真的是很棒，而且价格真的很亲民。如果可以找到更便宜的话，以现在的酒市可以多买放着，在你的仓库里可以慢慢喝嘛。可是呢，这个 Bunnahabhain 就是偶尔会批次有差，有一些很棒，有一些就还好而已。可是因为价格很便宜，这个还是一个很值得买的一支威士忌。这个就是第2名 Bunnahabhain 12年。好了，那我们来到12年苏格兰威士忌的第1名。那如果你很喜欢或常看我的频道，你就知道我会选齐格伦12年。它就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没有调色，然后价格大概在1500左右。这支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支威士忌，而且会多买一些放着。这个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威士忌，因为我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可以代替云顶，因为现在云顶价格比较不亲民，因为橡木桶就不知道，反正这个完全可以代替云顶。如果你喜欢喝云顶，你换去齐格伦无所谓，完全可以代替的。齐格伦 Glengyle 它就是只是一个20年的年轻的酒厂，可是它做出的威士忌是蛮有特色的，蛮有内容，很平衡，很不容易做出来，才20年就是可以做那么好的威士忌。这个就是我第1名的选择，就是最值得买的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就是齐格伦12年。好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礼拜的12年苏格兰威士忌的推荐。那你们呢？你们觉得还有哪一些我没有提到的或推荐到的12年苏格兰威士忌？请在下面留言，欢迎讨论，我们可以多讨论越好。因为现在酒市不好，可是当一个消费者，你要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要怎么花你的钱去买最好的威士忌，好不好？那谢谢大家收看了，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下次再见了，拜拜。